中核的总经理顾军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俩人搞钱啊，太容易了。一个是唯一的买主，一个是唯一的卖家。每年数千亿的国防经费，他们是怎么切着蛋糕的呢？习近平会让他们活着出监狱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美西时间7月27号，昨天啊，中纪委终于官宣了，原来的中核工业的党组副书记、总经理，他叫顾军，已经确定开除党籍了。接下来移送司法机关，咱们就来分析一下他是怎么搞钱的，还能不能活着出监狱。根据官方通报那些俗话就不用讲了，其中有几个细节，一个最大的罪过呢，就是要对抗组织。你说你跟张又侠那些事儿，组织都掌握规律了，证据在这儿了，他还不说，这就叫对抗，罪加一等吧。第二，他收入了巨额的钱财，而且叫大肆的敛财。当然有两件事不太正常，其中一项呢叫大搞迷信活动，也不知道他是烧香拜佛了还是信了耶稣了，咱不清楚。当然了，官员们的业余爱好也在其中，叫男女的关系问题，大搞权色交易。你看看这些人也挺寂寞的。今天我们不说这些闲的，只和大家拎一下他和原来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俩人是怎么搞钱的。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下，这俩人的关系他没有太多的第三方的监管，因为中核工业是中国唯一的核设施的研发、生产、维护制造商。这么说吧，国防部是他唯一的卖家。另外他有两个军种合作非常密切，一个就是火箭军战略核导弹第二是中国的核潜艇、核反应堆。你想想吧，这俩部门每年的经费接近于5000亿，因为按照中共公开的每年预算的是万亿的人民币，但是这里边真正分给这个陆军的不多，主要的是什么？空军、海军和战略火箭军。而这些部门最烧钱的还是这核武器的研发、制造、维护。你从这个公海里发出去，能打到美国，飞行1万多公里，核燃料包括那个核弹头的数目，这里边是烧钱的巨数。咱们来看一下，作为中核的总经理，他是怎么搞钱的呀？这个搞钱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办法呢，就是把这个国防经费你跟我，咱把这蛋糕切完了，剩下的给成本。这就涉及到什么？一个核燃料从一开始叫油矿的采集采矿归他管吧，采完了的冶炼、浓缩做成核武器，包括装备在那个核弹头里，日常的维护、后期原材料的调整，这些都不是军方单方面能完成的，必须和核工业一起来完成。这里边的钱就能捞大发了，而其他人呢根本就没有机会参与。这是一个方面。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后期的施工过程中，它这里面有巨大的油水。因为这个核工业集团它还有一家子公司叫做中核建设集团，这个总经理他原来是中核建的总经理升上去的，他干什么的呢？就是中国的核导弹发射井是这些人挖的。大家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，美方他以一个智库的名义公布了中国核武器的站点，包括你发射井的数量在什么地方，密密麻麻其中就讲到这中国核武器它有的火箭里边根本就飞不出来，里边的核燃料是不足的，注的是水。第二个就是有些中西部地区的那盖子根本就打不开，那轴承都生锈了，那结果呢，你中国的核弹就飞不出来呀。所以说
老习看到这个消息啊，他觉得那查查呀，人家说我们的核弹飞不起来，我们的这个核发射井的盖子打不开，是不是真的？一查一个准儿，发现还真打不开，也确实有注水的情况。所以说啊，他就开始要查了。这查好简单，就你一家，没有别人啊。中核工业的研发、制造、维护都是你的事儿。那肯定他的董事长、总经理啊是双双下马，他的顶头上司董事长现在啊也已经在失联状态了，就等着官宣了。我想罪过应该差不多。另外，我们知道今年年初拿下张又侠的时候呢，就提到他大肆敛财，而且借用自己的亲属儿子成立公司啊，去收取服务费。他吃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大额的国防经费。那你说对于老习来说，我在世界上耀武扬威，吓唬日本，吓唬韩国啊，就指望那核武器呢，也能够和川普一较高下。突然背后发现这玩意儿发不出来，而且成为全球的笑话，所以他才会加紧啊对军方，尤其是火箭军和这个战略采购的部门，就是总装备部啊进行清洗。中国前两任的国防部长基本上也都出在这个部门，要么是总装备部的啊，要么是火箭军的，连司令一起清洗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发现这不光是军方的事儿，这是根儿上就有问题啊。那中核工业啊没跑，我相信啊，这仅仅是揭开了中国军工，尤其是核军工背后腐败的冰山一角。我想这个动荡期啊，至少也得维持个3年到5年。为什么呢？中核工业啊，它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1万多亿，而且员工数千人，从采矿开始到冶炼到后期的所有的环节，你想一下，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最终火箭啊都有可能飞不起来。所以咱们就看着未来的3到5年啊，会有中核系统更多的人要落马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中核它不光服务军方，它也出口，无论是巴基斯坦呀、马来西亚，中国的核反应堆啊，真的是有自己的盟国出口的，这些国家也得小心了。万一质量不合格，真的产生了核泄漏，这可能就是一个灭国的灾难了。好，这是我个人观点。如果您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探讨。明天再会。